这条叫润江北路。其实左前方这里呢，以前就是洲头北码头。你看那边从大湾区的文化艺术中心到商业中心正在建设之中。对面就是芳村的巨龙湾太古里。从这样看啊，都掩隐在那些绿树丛中，好像也看不出来。其实它还是保留了一些以前的建筑。这里还挺美的吧？江边这边开的店，望着江。这家星巴克就是利用着以前的老的建筑来建而成的。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兰花西街走出来，然后准备往沙面的方向骑行。但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也是访问一下周边的一些道路街区。这边是洪德路，我们想到太古仓附近去兜一圈，然后呢，再从人民桥过江。回到沙面，结束我们今天整个的骑行。这边呢是广州典型的老城区老街道有些地方呢已经被这些高架路给占了。就更影响这些老的街区的改造但是毕竟是他们生活了好久的地方，还是要对他们的一些有价值的建筑进行保护性的修复，同时呢也给周围的居民有更多的好的生活的体验所以呢也在进行一些改造，只不过就是比较难这里就是同福西站其实现在广州地铁还是很方便的。如果我从西广路坐上22号线，到了西朗呢，就可以转广佛线，就昨天我们就坐过的，然后再转一条8号线，就可以到同福西这个站。这边呢就是完全是老城区了。当然今天我还是开着车骑着车来到这边的。这里不仅有高架路，还有跨珠江的洲头北隧道，就从这边进入隧道以后呢，就可以过江去到对面的芳村。这边还有广州市红球球场在右侧。前方的就是珠江了，这条是珠江的后航道。这条叫润江北路。其实左前方这里呢，以前就是洲头北码头，是去往很多地方的一个轮渡码头。它不是只是在珠江里面，而是去到比方说汕头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因为我以前是曾经在洲头北搭过船去过汕头的。这边依然是海珠区，但是因为有这个珠江边的风景，所以你看这个右侧
有很多住宅，应该是住宅大楼吧，建的都非常的漂亮啊，很时尚。我相信这房子应该都卖得很贵吧。现在洲头嘴码头呢，换了个名字叫洲头嘴公园这个公园就在边上，是一个市民免费可以到这边来散步、休闲的地方，还是相当不错的吧。这边呢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是马斯哥特到广州叫苏哈尔号到这边来的一个地方，应该从中东来的吧？你看他写的以什么真主之名到了江边呢，就非常的开阔了前一阵子我们还在芳村这边骑行过，我们到这边来看看景吧。也有一些人放着钓鱼竿我们看看对面呢就是沙面我的车就停在沙面的停车场。等一会儿呢，我也是要回到那边去取车才能回家。这边是白鹅潭三江汇流的地方。现在我面对的呢，就是面向白鹅潭的芳村地带你看那边从大湾区的文化艺术中心到商业中心正在建设之中。当然后面还有很多高级的住宅。这个地方呢，大变样以前呢真的是大家不喜欢的地方，甚至被戏称荒村。那现在呢，以后就高不可攀的地方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将就要完成的这片区域。再往前走呢，就是巨龙湾太古里了，都会连成一片而且据说从对面的这个黄沙，将来这个江岸也会修到如意坊那边，也可以踩单车散步，但现在应该没有完全完工。这个就是白鹅潭这边的风景。好，我们就不做太多停留了，继续往前骑一下，就掉头往回走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喜欢这种有水岸的风景不要说别的，就是看看这些灵动的江水还有岸边的这些房子，就很有生气我相信谁都喜欢住在这样的地方，虽然大部分人都没这个条件。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时不时到这边来骑行逛逛而已。因为边上这个房子真的高不可攀，我们也买不起。我已经看到了江的对岸这一片地方就是前阵子我在那边逛过的太古里了。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弄好，
只是第一期现在已经试营业了，但相信再过个1-2年，这应该会成为广州最好的时尚商业街区。我们也不妨停下车来望望江，看看对面的太古里啊。对面就是芳村的巨龙湾太古里。从这样看啊，都掩映在那些绿树丛中，好像也看不出来。其实它还是保留了一些以前的建筑，或者呢又恢复成以前的一些房子。那以前呢，这边其实是怡和洋行的一些仓库啊，大概就是跟这边的太古仓或者太古这家公司也有关系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呢，又有它来进行改造，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再往前去看到那边就是鹤洞大桥了，那边有广船的一个滨江，就是以前的广州造船厂腾出的一块地，也在进行发展。将来应该江岸都可以连通，大家可以一直从这边走到三江汇萃的白鹅潭。岸边这些一木棉还开着，增添了一些色彩，挺漂亮的。原来这叫永信街码头，它应该是不用的吧。珠江边呢，以前最多的就是各种的仓库还有码头啊，很多呢早就已经不用了。那么现在呢，都在进行一些改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像左侧的这些房子，都是以前的一些旧的建筑进行改造以后，想把它变成商业的地段。好，我们再来观望一下啊，从正面来看看江对岸的太古里。你看啊，保留的一些旧的房子，当然也在建一些新的。这边呢，其实是一片时尚天地、商业街区，而且又是有临江的步道啊，所以会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而且距离前面的白鹅潭也走路距离就到了。从这边往前去呢，就是太古仓了。
以前呢就是英资的一个仓库，但现在改建成了一片商业天地。我觉得改得还算不错的。这些以前的旧仓库呢，都改造成了一家家的商店，所以到了晚上还是非常热闹的。这边你看，停了不少的游艇，当然这些大部分都不是私人的，都是一些以公司命名或者公司买下来在这边放着的。这里还挺美的吧？江边这边开的店，望着江。我们来看一看啊，这边一些游艇背后呢，就是以前的旧仓库，改造了以后，这边成了商业街区。那更后面呢，就是起了现代的高楼了。正对面呢，就是 Mr. Rocky 啊，一家德州风味的餐馆，在广州还蛮有名的。这里呢，就是太古仓，和对面的太古里遥相呼应了。这个地方还是算是年轻人喜欢的地方。好了，那我就把这边呢作为我今天骑行的终点，然后我们就往回骑，回到山面取车回家。但是这一段呢，我还是打算在太古仓门前再穿行一下。
条江岸的道路我已经来骑行过很多次了，但是但凡有可能时间合适，我还是愿意不断到这边来骑车。这种的话呢，我觉得最能反映广州的风情，也是从这些行走的人们来看，也是广州老百姓他们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到了合适的季节，这边会开满各种各样的花啊。当然了，如果年轻人的话，晚上来泡泡吧，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我同你講，你叫再次回到江边，再骑行一段。好了，现在呢我就离开了洲头北公园，向着前面的人民桥骑一段，然后呢从人民桥上面过到江的对岸，很快就可以回到上面去。这边有两只狗狗，你看像两兄弟了，互相追逐着玩。现在呢，我在海州区的珠江南岸骑行，前面就是人民桥了。现在我要上桥，过桥到对岸去，然后回到上面。
梯日内，请开桌子。他从电梯来到了人民桥上的7星大厦，然后准备骑过这座大桥。好，现在骑下了人民桥。以前的百货商店现在就变成了一片电子产品批发商店，是一个市场。这里头开始广州特色做各种各样的批发生意。我的左侧这栋大楼就是南方百货大厦，现在不知道成了啥了，总之惨不忍睹。现在我的右侧呢，就是广州以前老的海关，看看上面写着什么“中华民国3年3月28号粤海关税务司”，大概是一个海关啊。当年立的碑很早了。好了，我已经又回到了上面岛了，看看从哪里骑过去吧。当年的一块租界地啊，现在呢，这里已经成了老百姓到这边休闲的地方了。幸好这些以前的老楼还保留着啊，看看是相当不错，很结实的这个房子。这是另一个教堂。看到很多打卡的人都是全国各地的口音啊，应该都是来旅游的吧。那你带不带帽子？带帽子。像这么美的大街，广州找不出第二条。
这家星巴克就是利用着以前的老的建筑来建而成的。很多人在这边拍婚纱照。好了，前面呢就是我停车的停车场了。我们经过一些上面的老建筑，这个以前留下的这些西式的大屋，现在被修复得很好，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被保存了下来。有些呢已经赋予了新的一些功能。总之，历史没有远去的。走在这样的街上，就好像走在昨天的马路上，但是其实已经天翻地覆了。好了，那我就结束今天2段的骑行了，去骑我的车，然后就离开这边，回家吃饭去了。谢谢大家一路的跟随、陪伴和观赏，欢迎大家关注，拜拜。